林夕下周回国，那个跟了我5年的，得赶紧处理掉。我和蒋时宴的关系维持了5年，白天是泾渭分明的上下级，夜晚是彼此最契合的伴侣。我曾以为5年的相伴，总能捂热一颗石头。你要的。他还没来，不如我们先用。逗你的，给你安排了下周3的相亲。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不想委屈你，你会去的，对吗？他这哪是不想委屈我，明明是怕他的白月光回国后知道我们的关系，才想在那之前将我处理掉。您将地址发给我就好。时间不早了，我就先走了。等下。今晚别走了。不是还有别人要来？他妈还真信，在你心里我他妈就是个滥交的人渣。这些年我身边除了你还有谁？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了。林夕就要回国了，我不希望他怀疑我们的关系，所以你乖乖去相个亲。我让张姨给你留了早饭。不要了，上班快要迟到了，我还要赶地铁呢。我送你不就行了吗？不要，我今天升职的结果就要出来了，万一同事看到我从老板的车上下来，我就算有10张嘴也说不清了。那随你好了。等下，你下周的相亲对象。我会去的。这些年，我每次都会在周末住进蒋时宴的家。起初，我总拎着大包小包，装满了换洗衣物和瓶瓶罐罐的护肤品。这天临走时，我将那些东西都带了走。以后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了。放心，我不会给你穿小鞋。春季路下一站人民广场。文熙，给，请你的。谢了。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文熙，提前恭喜你啊！以后当了部门总监，可不要忘了咱们的革命友谊啊！结果还没出呢。你谦虚什么呀？和你一起竞聘的那些人，只有你司龄最长，手上完成的大项目也最多。况且这些年你在公司拼死拼活，大家伙可都看在眼里。你当总监那是众望所归。好，要是真成功了，我请大家吃京北最贵的日料。距离10点还有3分钟，这期间我曾无数次点开公司邮箱，甚至因为紧张跑了3趟厕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夕，海归硕士，也是蒋总亲自任命的策划部总监。进。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公司那么多岗位，为什么非要让林夕占用我升职的位置？他想去策划部，就因为他一句想，你就可以轻易的剥夺我5年的努力吗？为了这个职位，我连没人去的非洲外派都接了，我差点在那染上疟疾死掉，这些你难道都不知道吗？
文心，这就是现实。因为我在这个位置，所以我能决定一切。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这很难吗？公平？你跟我谈公平？温馨，你先搞清楚，要不是你跟我睡过，以你普通2本的资历，连华明的简历初筛都过不了，你怎么不去问问当年跟你一批面试的那些985毕业生，他们想不想要公平？你享受着权力给你的便利是不是？现在倒来跟我要公平了？尽管这5年我辛勤工作，努力证明自己，可我还是改不了我一开始就是靠着他才来到华冕的事实。是啊，我确实没资格谈公平，所以我决定离职了。说起来，我和蒋时业的初遇确实很狗血。那年我初到京北，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下，我选择了和好朋友去酒吧买醉。劈腿，还无缝衔接，他凭什么这么对我？你跟我回家吗？没见过你这么大胆的。那晚过后，我以为我们不会再有交集，直至第2天，我拿着简历来华冕面试。各位面试官好，我是温熙，接下来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欢迎大家加入华冕。你叫温熙对吧？能接受只上床不恋爱的关系吗？能接受。听到自己声音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完了，我无可救药的爱上了。在他的指导下，我从一个连报表都不会看的职场小白，在公司里崭露头角。我每一步的成长都尽着他的痕迹。渐渐的，我生出了不该有的奢望，幻想有一天他看向我的眼里能多几分爱意。直至今日，大梦初醒，原来童话故事的结局，并不是穿上水晶鞋就能当成公主。戴安娜，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祝你以后越来越好。还有一件事，在我对接完剩余工作之前，能不能请你先不要把我要离职的事告诉别人？好，我明白你的顾虑，我答应你。乖宝，你升职的事儿成功了吗？奶奶，奶奶，我不想再留在京北了。怎么哭了，乖宝？这些年奶奶总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闯荡，奶奶早就想让乖宝回来陪我了。你多会儿回来呀？奶奶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4喜丸子。小老太儿分明是在安慰我。原本我想着等升职成功了就接她来京北享福，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原以为再努力几年就能首付买个小房子，给奶奶一个家，想象中那么美好，现实却这么残酷。它是我亲手挑的，没人比我更熟悉这枚戒指。这是去年蒋时宴生日
我攒了好几个月工资送给他的。温熙，你不需要买这些和你实际消费者领不符的礼物送给我，这没必要。可我就是觉得那些便宜的东西配不上你。好，我知道了。快看，蒋总今天戴戒指了，还是戴在食指上。天哪 ，Cartier 的经典款，这意思是单身贵族还是心有所属？原来这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睡眠前，他只是不想抱我，从来都不是因为身旁有人会让他不舒服，他只是不爱我。你就是那个陪了实验5年的床伴吧？这是我在实验家里的暂卧发现的。从我入职那天起，我就在公司的女员工里逐一对比了。今天总算找对了人。温熙，你藏得够深啊。林总监，我……你贱不贱？你先上车，我来解决。蒋时宴，你混蛋！我们当初分手不过半年，你就找遍了别人。今天要不是他主动找我示威，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不要将我们的关系告诉他？是他先来找我的，我一直在咖啡厅等人。蒋总，你是不是忘了，今天可是你亲自替我约见相亲对象的日子？不出意外，我的相亲对象就要来了。温熙，你非要这么作践自己吗？蒋时宴给我推荐的相亲对象就是这个人吗？我跟你说啊，我爸可是开公司的，家里好几套房子呢。不好意思，我家里突然有点急事，恐怕得先走了。行，我开车送你，走吧。哟，才聊了1个小时就回家了。相亲对象送你回来，2个人就没想着顺便去看个电影，再吃个浪漫的晚餐？温熙，你就这么喜欢我？除了我，你对别的男人就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要和林夕订婚了，我提醒你，不要再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任何非分之想，不然华冕不会留你。蒋总，你放心，我这人虽然没有什么别的优点，但就是贵有自知之明。全清。江总好。温熙姐，你忙完了吗？看你最近一直在盯项目，挺辛苦的。下班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就当庆祝项目快收尾了。林哲，好啊，这顿必须我请，就当谢谢你上次熬夜帮我改模型了。哎，林哲先生，您的花到了。温熙姐，我之前看你朋友圈发过，你说你喜欢向日葵，我就想送你一束。林哲可以啊，终于出手了。
男帅女美，这画面太般配了，直接原地结婚吧！温小姐，这最后一单生意谈得这么顺，不给哥哥个面子，再干了这杯？马经理，酒已经喝得不少了，既然合同细节都敲定了，那我们急什么？正事谈完了，咱们不得谈点私事？温经理，这杯可是收官酒，喝了它，以后在江城，哥哥保你横着走。马经理，合同已经签了，我公司还有事儿，先失陪了。温妹妹，外面雨这么大，打不到车的，上哥哥车呗，哥哥带你去个更暖和的地方。蒋时言，救我！你好，时言在洗澡，你有什么事吗？林总监，帮帮忙！我被今天应酬的客户精灵尾随了，他就在我后面。这里太黑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具体什么位置。蒋时言那里可以查询到我手表的具体定位，求你了，求求你，你能帮我联系他，让他赶紧报下警吗？苦肉计演上瘾了是吧，文熙？这种老掉牙的手段，你觉得时言会信吗？谁的电话？温熙呗，大半夜的，人家非要缠着让你接电话。他有什么事吗？能有什么事儿？就是存心想给我添堵。你要是敢接他的电话，我现在就走。好了，乖，不闹了，我不接。跑啊！怎么不跑了？竟然也学会睡过头了。难得睡过头，想到昨天他主动打电话过来，估计是想服软了。今天闲下来，抽空回一下他。温熙，温熙出事了！你他妈给我说清楚，什么叫出事了？文熙，除了我，没人能救得了你。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收到通知？林夕，这是温熙给客户公司发的举报邮件，他抄发给了我们的总部，还有所有高管。这段监控是他昨晚受着伤，拼命跑到有摄像头的地方才拍到的。他在邮件里恳求公司拿这段视频证据帮他报警处理。他人呢？温熙在1周前就已经提交了离职申请，现在这个点，估计人已经离开晋北了。为什么温熙离职没有人和我报备？为什么他的辞职报告审批没有到我这儿？你们他妈是干什么吃的？蒋总，按照公司规定，员工离职4级以下报到部门负责人就行。温熙上一次晋升失败了，档案还在3级。这件事您亲手批的，您不会忘了吧？你好，是温熙女士吗？关于马天企图实施强奸的案子，我们需要你配合做一下笔录。好，我配合。昨晚的监控、录音以及我受伤的伤口报告都已经通过邮件发出去了。再见。奶奶，以后这就是咱们在城里的家，
我把您从乡下接过来，咱们再也不分开了。原来我这5年就值这些。最近几个月就先做些市场调研，为以后开一家服装店做好准备。毕竟开个服装店，这也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之一了。终于要装修好了，马上就可以开业了。乖宝，咱们终于有自己的店了。奶奶，以后我养您。多吃点，多吃点，都是西西朋友，别客气啊。其实一辈子留在江城，留在奶奶身边，也挺好的。江师爷，爱与恨像两股拧成绳的潮水，总在凌晨把我拽醒。江师爷，你会是我这辈子都跨不过去的坎儿吗？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早在悄无声息中走出了往日的阴霾。温熙，看什么呢？那么入神？没什么，在想待会儿要不要再开一瓶酒。就算蒋时健本人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我也能平静地说一声好久不见。文老板，断人财道如杀人父母，法庭上不是很威风吗？在这儿没人救得了你。一切的起因是我的服装店凭着口碑越做越火，彻底惹恼了本地一家连锁服装品牌。他们先是雇了水军，在网上刷满关于我店的不实差评，造谣衣服质量差、售后恶劣。可他们没想到我会这么刚，连夜直接收集证据，一纸诉状将他们告上了法庭。闭嘴，往后躲！蒋师爷。拿着，报警！妈看我！别跑，我命硬，没那么容易死。直到医生将蒋时英抬上担架，我依旧觉得这一切就像是一场荒诞的梦。所幸刀口扎得不深，止血缝合很成功，已经脱离危险了。喂，是蒋总的父母吗？他在江城受伤了。要不是因为你，石岩哪会受这么重的伤？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如果想演苦情戏，麻烦换个地方。你居然这种态度！他为了救你命都快没了。首先，我并没有要求他来救我；其次，他出现在那里是他的自由，受伤是意外，跟我没有关系。你怎么能这么冷血？温熙，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他这些年是怎么对你的？你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哦，我明白了，你是在装，你心里其实还记恨着当年在京北那晚，你遇到危险求救，他却没去救你，对吧？实话告诉你吧，当时是我趁他洗澡把你电话拉黑了，石燕根本就没收到你的求助电话，他甚至不知道你给他打过。他后来看到你被欺负的监控，整个人都疯了。他直接带人找到了马啸天，要不是警察及时赶来，他那天真的会失手打死那个混蛋。他为了给你报仇，差点把自己送进监狱。温熙，这样的爱你居然说你没要求？我没有要求。你没有要求，那蒋世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知道。说完了吗？你这是什么反应？林夕，你没必要和我说这些。不管是当年他没救我，还是后来他打了马震天，这些事对我来说都已经过去了，或者说我都忘了。
既然这里有你这个女朋友在，我想我也没必要留在这儿，我先走了。我和他已经分手1年了。当年你出事后的第2天，他查到是我拉黑了你，就直接提了分手，没有商量，没有余地。其实早在当初我刚回国那天，我就能感觉到他看你的眼神根本不对劲，那根本就不是他口中解释的什么仅仅是床伴的关系。可能是当初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早就无可救药的喜欢上你了吧。温熙，当年的事，对不起。温熙，对不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那时候是真的遇到了那种危险，我以为你只是想利用苦肉计留住他。这是什么？你打开看看。这1年，他几乎每个月都会雷打不动的来江城2次，哪怕只是为了远远的看你一眼，看你开门，看你关店，看你平安回家。他那些朋友都劝过他，既然实在放不下，就干脆当面去找你。可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那个从来没在人前低过头的人，竟然当着朋友的面哭得像个孩子。他说，他没有资格再出现在你面前。温熙，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为了劝你原谅他，我没那么大度，我也没资格替他求情，我只是为了证明，我也已经放下了。温熙，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机会再见到你了。你不是已经见过很多次了吗？隔着街道，隔着车筐，隔着我的店门。你都知道了。温熙，我没想过要打扰你的生活，我只是想确认你好不好，我只是想看着你。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已经翻篇了。蒋时言，你应该很清楚翻篇的意思。我知道，其实从你离职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可能了。是我亲手推开了你。温熙，当年关于你晋升的事，我很抱歉。那时候的我太混蛋了。我知道你为了那个位置付出了多少，我知道努力了那么久，最后被否定的感觉一定并不好受。多难得啊！向来站在金字塔顶端，习惯了掌握所有人命运的蒋时宴，居然也会对我说出“抱歉”这2个字。要是23岁的温熙听到这句话，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吧？原来高高在上的蒋总也会低头。温熙，无论你信不信，当初我让林夕占用你升职的位置之前，就已经为你规划好转岗的事了。我知道以你的才能，在策划部并不能发挥全部实力，我想把你调。蒋时言，你说这些并不能让我回心转意。我知道回不去了。我只是想把真相告诉你，我没想伤害你。可你当初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我当初哭着跑到你办公室问你时，你不把这些解释说给我听？那时候你跟我谈的是现实，谈的是2本资历，谈的是你决定一切。你那时候怎么不谈你的规划？我来告诉你原因，蒋时言，因为当初的你，打心眼里觉得我根本没必要知道。温熙，因为你永远高高在上，在你的世界里，
我温熙只是一个只需执行你命令的附属品，所以你不需要在乎我的感受，更不需要问我愿意，不是吗，蒋总？请037号到2号窗口。 402病房蒋时辰，所有住院、手术和后期护理费用现在全部结清。好的，稍等。又一年的冬天，我将服装店交给朋友照看，带着奶奶再次返回了京北。奶奶，累不累？江城的店有朋友盯着，咱们这次回京北住自己的房子。不累，乖宝去哪儿，奶奶就去哪儿。蒋时宴说的没错，我不甘心一辈子留在江城，守着那间安稳的店。我热爱我的事业，哪怕要在这风雪里拼上一切。 29岁，温馨，这才是你真正开始战斗的地方。温总，这个项目的风控数据太复杂了，对方公司又在条款上一直施压，咱们目前的技术权限恐怕很难破局。华冕当年的风控模型我看过，这种级别的施压只是心理战，给我24小时，我找人解决。江总，这么晚打扰了，我在处理一个关于金融风控的案子，遇到点棘手的问题，想听听您的建议。你说，我听着。多谢蒋总指点，对我的启发很大。曾经你是我的天，现在你只是我手里最好用的一项行业资源。放下爱恨，原来可以这么高效。恭喜温总，我们公司终于成功上市了！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功劳。作为初期老员工，大家的股份都不会少。5年了，我终于站到了自己想要的高度。一家上市公司的奶茶品牌公开招标广告商，我和华冕公司的总监带着各自的团队同时出了席。大家请看，这是我们的核心创意——魔法告白。这杯奶茶不仅是饮品，更是魔药，只要心上人喝下它，就会无可救药的爱上你。华冕的这版创意很成熟，精准抓住了少女心，互动感也很强。怎么办？怎么办啊，温姐？咱们的创意跟华冕完全撞了，而且他们做的太精美了，咱们现在上去讲，肯定会被当成抄袭的低配版。别慌，下一位，请查克斯公司代表上台。我来上去讲。各位，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做一个自首。其实我们公司的初始想法和华冕的非常相似，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华冕的创意。我也不怕承认，华冕的创意确实很好。我们原本也是打算给这杯奶茶设定一个让人喝了就会爱上自己的魔法噱头。只不过就在刚刚，我们决定把这个故事的结局改了。那个女孩最终并没有把这杯充满魔法的奶茶送给苦苦追求的男神，她选择自己喝了。温总，这转折很有意思，但这跟你们之前交上来的标书可完全不一样啊！商场上临阵换将是大忌。实不相瞒，这是我刚刚站上台的一瞬间才突然冒出来的灵感。如果这世上真有能让别人爱上自己的魔法药水，我倒希望喝它的人是我们自己，因为一个人只有真正学会爱自己，认同自己的价值，他的人生才算真的开始。这也是我们公司想要传递的核心理念。奶茶不只是甜品，它是奖励给那个努力生活的自己的勋章。以前我喜欢过一个男生，总觉得他高不可攀，为了追上他，连喜欢都藏得小心翼翼，总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后来我慢慢学会了爱自己，才发现，当我摘下神话他的滤镜，我一点也不比他差。这让我明白，以前我们总在拼命追求别人的爱，却忘了，这辈子最该让我们无可救药爱上的人，其实是自己。
原来不是所有遗憾都要纠缠，也不是所有过去都要清算。当我真正学会爱自己时，连与他的重逢都成了一场平和的告别。这一刻，我世界的雪停了。温总，你的创意直接戳中了我们想要传递的内核，这一次的合作定了。感谢认可，我们团队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成果。温姐，我们赢了！刚才你上台的那一刻，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赢的是我们所有人，这份创意本就是大家一起打磨出来的。文熙，恭喜！谢谢。华冕的创意也很好，画面和节奏都很成熟，我们只是恰好撞了内核，侥幸罢了。不是侥幸，是你的内核更动人。蒋总，对不起，这份报表我马上重做。当年连站在会议室发言都会紧张的小姑娘，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都是当年蒋总教的好，只是走了几年弯路，终于学会了抛开别人的眼光，走自己的路。以后行业内的交集只会越来越多。自然，华冕是行业标杆，以后还请蒋总多多指教。互相学习，温总现在的能力早已不是需要我指教的后辈了。温姐，刚才蒋总跟你说什么了呀？没什么，只是道了声恭喜，还有以后互相学习。我还以为有什么别的呢，毕竟你们俩……过去的都过去了，现在只是同行，仅此而已。敬我们战无不胜的温总。温姐，你那个上台前突然冒出来的灵感，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也太绝了吧！其实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这么多年的感悟吧。以前总觉得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要被别人爱着，才算是有价值的人生。为了迎合别人，把自己放得很低，小心翼翼地去讨好，去迁就，最后却弄丢了自己。后来我才明白，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又怎么能指望别人来爱你？这杯奶茶的魔法从来不是让别人爱上你，而是让你学会爱上自己。当你真正认同自己的价值，活得从容又坚定时，你的人生才算是真正开始。文姐，你说的真好，我都快听哭了。不说这些沉重的话题了，今天我们只谈开心的，干杯！乖宝回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奶奶给你留了银耳汤，刚温好的，趁热喝。今天的事儿顺不顺利呀？顺利，奶奶，这汤真甜，拿下大单子了，团队的努力没白费。我就知道乖宝最厉害，在京北这么多年没白拼。奶奶，以后我们就在京北好好生活，我会好好工作，也会好好陪你。好，好，奶奶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接下来的日子，温熙一头扎进了奶茶品牌的策划工作中，从广告脚本的打磨，到演员的筛选，再到拍摄现场的调度，他都亲力亲为。卡，你那个眼神不对。太卑微了，满脸都写着讨好。我们这是女性觉醒的广告，你要展现出爱自己的从容，不是在祈求男人的爱，懂不懂？导演，您先消消气，我来和他聊聊。别着急，我们聊聊。温总，对不起，
我真的找不到那种感觉。你觉得爱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大概是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做自己想做的事。对，那你再想想，如果你手里有一杯能让别人爱上你的魔法奶茶，你会把它送给那个你苦苦追求的人吗？不会，我会自己喝。为什么？因为如果我自己都不爱自己，就算他爱上我，这份感情也是不平等的，我还是会害怕失去。倒不如自己喝了，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样的话，就算没有他，我也能活得很精彩。就是这样，你不用去演一个讨好别人的人，你要演的是一个终于学会爱自己的姑娘。她的眼里有光，有底气，有从容，不用靠着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温总，我明白了。导演，我准备好了，再来一跳。第32场第一次 ，Action！ 就是这个感觉，完美！咔！这个广告一定会火。温姐爆了，我们的广告彻底爆了。慢慢说，数据怎么样？温总，您看，广告上线仅4个小时，全网播放量已经突破2000万。奶茶品牌的旗舰店已经被挤瘫化了，销量一路飙升，创下了他们成立以来的新高。通知全公司，这个月奖金翻倍。忙碌之余，温熙也没忘了自己的服装店。江城的服装店在他的打理下，生意一直很好。如今回到京北，他便有了在京北开分店的想法，选址定在国贸附近的一条文创街上，这里人流量大，又有浓厚的文艺气息，很符合他服装店的定位。师傅，这面墙的暖黄色灯槽再往下压低一点，我要那种温馨治愈的氛围。明白了，温老板，马上改。温姐，林哲，你怎么来了？我现在在华冕做技术总监。蒋总让我来和你谈一下双方公司的合作事宜。听说你在这儿开服装店，就顺道过来看看。原来升总监了，恭喜！这儿比较乱，随便坐。温姐，当年我刚进华冕，连数据模型都做不明白，是你耐心教我，帮我改了无数次方案。别这么说，当年你也帮我解决了不少数据难题，也是我的贵人。不一样的，温姐，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会出人头地。当年在华冕，你受了委屈也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努力。现在这样，都是你应得的。借你吉言，以后我们2家公司合作，还要你多多关照。互相关照。对了，文姐，服装店开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来捧场。一定。文姐，恭喜恭喜！谢谢你能来，今天太忙了。跟我还客气什么？担待。这是我们店里新来的款式，你看这料子多舒服啊！奶奶，您这么热情，我都不好意思不买了。苗苗，快过来帮这位美女包起来。姑娘，你信奶奶的，这衣服你穿上绝对漂亮。奶奶，您真会说话，那我就拿这件了。好嘞，苗苗，给这姑娘包起来。开业大吉，温总。从江城到京北，从一家小小的店铺到现在的连锁店，我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把梦想照进了现实。温总，这是上周的销售报告，咱们那几款主打独立职场概念的套装直接卖脱销了。补货进度怎么样？不能让顾客等太久。已经联系过工厂加急了，明天就能到货。温总，您真是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在夸咱们品牌的衣服穿上特别有气场。不是衣服让人有气场，是他们学会了欣赏自己。记住我们的理念，永远不要去迎合别人，只取悦自己。店里你先盯着，我下午要去一趟艺术展。画中的女子，活成了很多人想要的样子，不依附，不将就，只做自己，这才是最真实的力量。是啊，这才是女性最美的模样。太多人教我们要如何去适应这个世界，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去爱自己。
沈之瑜，室内设计师。今天来看展，没想到能遇到对这幅画理解如此契合的人。温熙，自己开了一家广告策划公司和一家服装店。服装店，难怪温小姐对色彩和线条这么敏感。我平时做室内设计，其实也经常会关注时尚界的陈列和空间利用。哦，那沈先生觉得，如果是一个主打独立自信的女性服装品牌，店面陈列应该注重什么？既然是独立自信，空间就不该拥挤。我建议大量留白，运用冷暖对比的光源，橱窗不要摆满，只留最核心的一套，像艺术品一样打光，让顾客一进门感受到的不是推销的压迫感，而是被尊重的高级感。你这个提议太棒了！我的京北分店最近正打算重新规划一下橱窗，一直没找到理想的方案。如果温小姐不嫌弃，也许我可以去你的店里看看，提供一些更具体的建议。当然好，求之不得。温小姐，和你聊天很开心，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交流。我也是，沈先生。这个策划案的逻辑还是不够平滑，品牌方想要的情感共性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火候。之瑜，你怎么这么晚过来了？刚加完班路过，看你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猜你肯定又忙得忘了吃饭，就去打包了你最爱吃的那家海鲜粥。先吃点东西吧，工作再重要，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谢谢，我刚才正愁思路卡壳，烦躁的不行。卡壳了就先停一停，当局者迷，也许换个脑子，明天睡醒一觉，灵感自己就跑出来了。你说的对，我不该这么死磕。哎呦，小沈啊，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周末还特意跑来陪我这个老太婆遛弯，真是太麻烦你了。奶奶，您快别这么说，陪您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放松。奶奶，这是城南那家老字号的桂花糕，低糖的，我特意给您带的，您尝尝。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细心，连我爱吃这家都知道。过去的我总以为好的感情需要拼命讨好，需要小心翼翼的委曲求全，直到遇见他，我才明白，真正的爱是毫无防备的轻松，是细水长流的尊重与陪伴。温总，好久不见！你们公司最近那个品牌策划案可是刷屏了，过奖了，还是靠大家的支持。温总，好久不见。蒋总，好久不见。这位是？这是沈之瑜，室内设计师。之瑜，这是蒋时宴，华冕集团总裁，也是我的前上司。蒋总，久仰大名。沈先生客气了，温总，沈先生，祝两位今晚玩得开心。谢谢。谢谢蒋总。他是个不错的人。谢谢，我也这么觉得。看到你现在这样很好，有自己的事业，有疼你的家人，有懂你的人陪在身边，这才是你该有的人生。当年我的自负和偏执差点毁了他，是他的坚韧让他挣脱了我的枷锁，活成了最耀眼的光。你也一样，蒋总，要好好生活。会的。怎么了？突然停下来。温熙，认识你的这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我喜欢看你在工作时意气风发的样子，喜欢你陪奶奶时温柔的样子，也喜欢你的小脾气和小倔强。我知道你曾经受过伤，对感情有过顾虑，我不敢说自己是最好的，但我敢保证，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疼你、爱你、尊重你、支持你。我希望以后的日子能和你一起看遍世间风景，一起经历人间烟火。温熙，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之瑜啊，奶奶今天是真高兴，你是个好孩子，待人真诚，对我家乖宝又好。奶奶您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温熙，绝对不让她受一点委屈。乖宝，
你们早点办婚礼，奶奶身体还硬朗，还想抱重孙呢。奶奶不急，我们慢慢来嘛。我再也不需要一段感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知道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人生最珍贵的宝藏。温总，国外那个高端美妆品方还是不肯退让，文化差异太大，他们觉得我们的创意侵犯了他们的核心理念，项目现在彻底停滞了。如果明天再拿不出解决方案，可能就要面临高额违约金。别慌，把他们之前发来的修改意见再整理一遍，我们逐条拆解。江总，我听说你们那个跨国项目卡住了，消息传得挺快，遇到点麻烦。那个品牌方的负责人是个极其古板的老牌欧洲人，不能顺着他们的思路走。我给你推了一位资深的跨文化沟通专家的微信。另外，我把华冕当年跟他们合作的避坑指南发你邮箱了。谢谢你，江总，这正是我们现在最急需的。不用客气，如果需要，我可以直接联系国外的熟人帮你斡旋。祝你顺利，温总。项目圆满完成后，我特意请蒋时宴吃了一顿饭，感谢他的无私帮助。我们一边喝着红酒，一边聊起了过去。他说他一直很欣赏我的努力和才华。当年的事，我一直欠你一句正式的对不起。关于你晋升的事，我用最糟糕的方式否定了你的努力，让你受了很大的委屈。都过去了，当年我确实很不甘心，甚至恨过你。但如果不是那次挫折，我可能永远都会躲在你的羽翼下，不敢出来自己打拼。我也永远不会知道，原来我可以这么强大。是我太自负了，总觉得自己能掌控一切，以为只要你按我的安排走就是最好的，却忘了你也有自己的自尊心和想走的路。人总要经历一些事才能长大。你现在不也变了吗？懂得了倾听，懂得了尊重，敬成长，敬未来的每一天。张奶奶，您请喝茶，小心烫。这茶是特意挑的老白茶，养胃。哎呦，这小伙子真懂事。老姐姐，你可真有福气，长得俊还这么体贴。那是，这是我孙女婿之余，人好心细，对我们家乖宝更是没得挑，天天往家里跑，陪我这老太婆说话解闷儿。奶奶，我代表咱们公司全体员工，祝您日月昌明，松鹤长春。我们大家给您挑的全身按摩椅已经送到家里了。哎呦，小淼太客气了，你们平时工作那么忙，还惦记我这个老婆子。那必须的，您可是我们温总的坚强后盾，也是我们的主心骨。好了，别贫了，快去吃点好吃的，今天不谈工作。这画画的真好，跟照片似的，看着就让人心里暖和。这是我画了1个月的一点心意，想着把奶奶和西西最美好的回忆永远留下来。温总，这是华冕集团蒋总托人送来的贺礼，他说今天不便打扰，祝老人家生辰快乐。替我向蒋总谢谢，跟他说心意收到了，祝他公司新项目顺利。好的，温总。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我的乖宝。老寿星，快许个愿吧。奶奶许了什么好愿望啊？说出来，让我们也沾沾喜气。我这辈子啊，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没别的求的，我就希望我的乖宝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和知雨好好的。你们俩早点成家立业，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帮你们抱抱重孙。奶奶，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还要看着我们一直走下去。奶奶，您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文熙，尊重她，爱护她，让她开开心心、幸幸福福的。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绝不让您再操一点心。好孩子，奶奶信你。多年前，我一个人在京北的地下室里偷偷抹眼泪。那时的我迷茫、卑微，拼命想抓住不属于的东西，弄丢了自己。原来所有的苦难都是成长的铺垫，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只要你足够爱自己，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哎呀，我的雪球滚偏了。手冷不冷？不冷，有你在，很暖。等春天来了，我们再回江城一趟吧。我想在小院里再种一棵桂花树，陪着原来的那一棵。好啊，奶奶一直念叨过想回去看看老街坊，到时候我们把工作室也放半个月假，好好休息一下。都听你的，温老板。
看到熟人了。一个故人。那一刻，我的心里无比平静。那个曾经让我爱到骨子里，也恨到骨子里的人，那个成了我跨不过去的坎的人，终于变成了生命里一位远去的故人。我的世界曾经下了一场漫长冰冷的大雪，而如今雪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春暖花开。往后的日子，我会和之瑜一起陪着奶奶经营事业，将那些过往的遗憾化作底色，好好爱自己，过好这热气腾腾的人生。人生漫漫，前路灿灿，所有的美好都在不期而遇的未来里。